清与朝鲜的关系。清与朝鲜关系的概括，学习者可以说明清和朝鲜关系的走向。学习者可以将清和朝鲜关系的特质与明和朝鲜关系进行比较。如果说在北鲁南倭现象在延续上，南方海域发生了人臣倭乱，那么北方游牧世纪则出现了努尔哈赤主导的女真势力的兴起。在女真兴起的潮流，最终导致了明清交替，东亚国际秩序也从以明朝为中心改变为以清朝为中心。在此过程中，朝鲜在经历人臣倭乱不过30年后，再次经历了丁卯呼乱和丙子呼乱2次战争。这一过程最终导致了明朝和朝鲜以及后金三角关系的急剧变化。那么本节课我们将了解，在努尔哈赤势力兴起以后，在后金和朝鲜发展的过程中，明朝和朝鲜如何进行了应对，以及东亚国际关系变化的拐点是什么，并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明清交替的结果表明，以清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并不是单纯的代替明朝地位和作用的变化。如果说以明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以汉族为中心的华夷意识为基础，构建了海禁政策与册封草根礼仪相联系的一元化秩序的话，那么以清朝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则是以有牧传统的满洲为主体，一方面通过礼部管理明朝影响力强大的朝鲜、琉球、越南等；另一方面，在蒙古为首，对新版图内吸收的西藏和新疆等西北内陆亚洲地区建立理藩院，进行管理的二元性国际关系。朝鲜和清朝的关系也与朝鲜和明朝的关系大不相同。首先，明和朝鲜的关系是根据四大自小的心理学秩序意识自发的形成，并继续了交换册封草根礼仪。以朝鲜和清朝的关系，则是通过清朝发动的2次战争强制建立的君臣关系开始的。因此，在清朝关系清朝和朝鲜关系成立初期，尽管形式上存在君臣关系，但四大自小的意识无法发自内心，两国形成了相互怀疑和牵制、压迫和复仇意识混杂在一起的复杂的微妙的关系。但是1644年入关以后，清朝开始代替明朝统治中国，对朝鲜的高压政治逐渐缓和，朝鲜也不得不承认清朝的现实力量和地位，因此与意识层面无关，至少在形式上、礼仪上，与过去明和朝鲜的关系没有太大区别。但从内容上看，清朝对待朝鲜不同于明朝
明朝的侧封国琉球和越南等，特别是向朝鲜派遣的此时，始终坚持只从7人中选拔并排除汉人的原则。7人集团是指满族统治层，因此可以说是优待了朝鲜，但另一方面也可以解释为为了阻止与汉人联系的政策的一环。由此可以看出，清朝和朝鲜的关系在形式上继承了像明和朝鲜关系一样，以册封朝贡礼仪的交换为媒介的模范性的理智性关系，但在内容上反映了通过军事征服而成立的特殊关系的性质。朝鲜的立场在形式和内容上也存在着很大的背离。虽然由于军事劣势，屈辱的投降清朝，并建立了君臣关系，交换册封朝贡的礼仪，但是不能背叛明朝的义理，终有一天要恢复明朝和洗刷投降耻辱的对命义理论和对秦报仇论支配了朝野。另一方面，到了17世纪后期，秦朝一直保持着近200年的空前繁荣。在这个时期，朝鲜不得不承认清朝的稳定统治和繁荣的现实，对明义理和对秦复仇的意识向朝鲜中华意识内化，这也是主体性认识朝鲜历史和文化的重要转机。另外，承认清朝繁荣这现实的氛围，也形成了要学习清朝实用文化的北学的氛围，引进了考据学和西学等新学术和文化，为朝鲜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朝鲜是重于儒学理念的传统册封朝贡制式内的国家，因此清朝和朝鲜的册封朝贡关系使满洲的清朝获得了变为中华的效果，但是朝鲜也因此成为朝鲜怀疑和牵制的对象。对朝鲜来说，不得不屈辱的投降过去被视为夷狄的清朝，直到王朝灭亡为止，都留下了无法洗刷的心理创伤。从17世纪末开始，面对不得不承认清朝稳定和繁荣的现实，朝鲜不得不在敌视清朝的理念和不得不承认清朝的实力的现实之间苦恼不已。这种苦恼的结果是前者通过内化为朝鲜中华意识，朝着强化朝鲜主体意识的方向发展，后者创造出北学的新学风，给朝鲜后期思想界和学术界注入了新的活力。